南范这孩子优秀，要是一晚有福气能嫁过去，我这个做父亲的就彻底放心了。南范，来，上台来，陪一晚一起吹个蜡烛，好吗？南范，以后一晚就……南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补办生日，还5岁到25岁。柳建国，你一把年纪了，在这演什么苦情戏呢？南范，今天这么多宾客在，你给柳叔留点面子。给你面子？你柳家现在就是个快要破产的空壳子，你女儿不过是个土包子。今天就在你这土包子女儿的生日宴上，我郑南范正式向你柳家退婚。你们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郑家和你们柳家恩断义绝，再也没有任何瓜葛。老郑，嫂子，咱们可是几十年的干亲了，这婚约更是长辈们定下的。今天你们当众撕了婚书，连我们家最后的活路也要抢，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柳家呀！行了，建国，少扯以前。你们柳家现在屁股后面一堆债，自己要跳火坑，还想拉着我们郑家一起死？一个乡下捡回来的野丫头也想塞给我？你们落魄了，就拿这种货色来倒贴，也不撒尿照照，他配吗？郑南范，你们忘恩负义！当年你们家快破产，是我爸拿钱救了你们，你们不报恩就算了，凭什么这么羞辱我姐姐？忘恩负义，恩情。柳建国，别拿当年的破事来给自己贴金了，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，我郑家如今是江城新贵，而你们不过是快要流落街头的丧家之犬。我们根本就活在2个世界。你这句话倒是一点也没说错，我们确实处于2个世界。要不是因为我爸妈，你们郑家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这辈子连站在我面前说话的资格都不会有。找到了，20年了，我终于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了。一婉，你先别激动。备车，不，立刻调我的私人飞机，我现在就要去柳家。一婉，你冷静点。柳家在江城也算得上豪门，豪门一向盘根错节。你现在坐拥万亿财团，贸然带着这泼天财富回归，能保证这份亲情不变味吗？你说的对，我要的只是纯粹的骨肉至亲，不是利益交换。你的意思是，帮我准备一套最普通的衣服。从现在起，我只是一个在乡下长大的孤儿，只是柳家失散20年的女儿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我不确定郑家人的秉性，后天的生日宴，你带着这只耳机和我保持实时通话，听我指挥。可以了，出发。你个乡下回来的野丫头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们郑家在我眼里连垃圾都不如。今天你撕了这封婚书，明天我就会让你们郑家在江城彻底除名，大言不惭。信不信我就要债？慢着，儿子。柳叔，您看您何必动这么大肝火？咱们2家到底有旧情，我这个做晚辈的哪能真看着您走投无路？我妈那是急脾气，但我这儿其实早就替您想好了一条2全其美的生路。退婚声明？是啊，毕竟我们家退婚，总得给外界一个说得过去的由头。这上面我都已经写好了，就说一婉妹妹品行不端，私生活有些不检点，只要您在落款处签个字，全了郑家的面子，也换了柳家的活路，多划算！不可能，退婚可以，但我绝不签字污蔑我自己的女儿。郑南范，你这个要求太过分了！你们郑家简直欺人太甚，这种丧尽天良的条件你们也提得出来，你们还有良心吗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你们自己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柳建国，还钱！王老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不是说好明天才到期吗？我管你明天不明天的，老子现在手头紧，今天必须见到钱。你要是没钱，那好说，把这个给老子按了。
这王老板可真够狠的，这转让书一按下去，柳家可什么都没了。那柳家可真的一无所有，要上街要饭了。那个刚找回来的大女儿真是一个丧门星，她一回来，柳家就遇到了这种破产的大事，真是克父克母。老郑，求求你，看在当年我们两家几十年的交情，看在我以前帮过你们郑家的份上，放过孩子们吧。爸，浪费老子时间！柳氏集团欠下的3000万债务，由我一个人承担。我不但可以替我爸还清，还可以按照3倍的金额，当场偿还你们9000万现金。你来还？是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王老板还有你们郑家所有人必须立刻向我父亲公开赔礼道歉。你们听见了吗？这个在乡下要了20年饭的土包子，居然说要拿出9000万现金，还让我们道歉。小姑娘，少在老子面前演什么孝女，老子要的是真金白银的银行转账，不是你2张嘴皮子一碰的空头支票。再不滚开，老子连一起办了。一婉，你快退到后面去，这没你的事儿。郑兄，郑董事长，看在这30年来我对你们郑家的帮助，看在两家定下的感情份上，帮小弟一把。建国啊，以前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，提他做什么？不过看在我们两家确实有过婚约的份上，要我出这3000万帮你，也并非不可以。老郑，我就知道你。不过我这人有个习惯，不帮没诚意的人。你现在蹲下，把我皮鞋上的酒水擦干净，记住，必须擦的没有一点痕迹。只要你擦干净了，我可以考虑出钱。爸，不，我们没必要求他。所有人听令，速度加快，立刻随我进入生日宴大厅。建国，你现在这个样子好像一条狗啊！爸，你看他擦得多认真，真听话。你们想死！郑总，我们好歹也是几十年的交情，你一定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吗？交情？现在的柳家也配合我们谈交情？柳建国，你还真擦呀？你该不会真以为你跪下当了狗，我们就会放过柳家吧？我骗你的，像你这种废物，就算跪死在这儿，也别想拿到1分钱的援助。郑少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商会已经对柳家下达了联合封杀令。从现在开始，江城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给柳家提供原材料，也不会有任何一家银行给他们贷款。听到了吗，柳建国？今天不仅是退婚，我还要让你们柳家在江城彻底消失。王老板的债务，你们今天要是还不清，就准备去坐牢吧。哼，刘一婉，你一个乡下要饭20年的土包子，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收拾？要收拾谁？飞凤集团江城负责人顾早早奉命接管柳家全部债务与资产。飞凤集团，那个大夏最顶级的集团。天哪，整箱的金条！你们看那红本本，全是江城核心区的房产证啊！刘董，这是飞凤集团赠送给你的100亿合同，请您签收。老婆，我没在做梦吧？建国，是真的，真的是飞凤集团！天哪，柳家居然和飞凤集团有关系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飞凤集团是第一财团，怎么可能会看上你们柳家这种破落户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大家别被骗了！你们想想，柳家都要破产了，飞凤集团凭什么来送礼？还直接送楼王的房产证，这根本不符合逻辑。对，你们这些人是柳建国花钱请来的演员吧？这些箱子里的东西肯定是假的，镀金的道具。刘建国，真想不到你为了撑面子，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得出来。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
这是飞鸿集团的专属公章与钢印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质疑飞鸿集团的决定？少在这装腔作势！王老板，给我砸！把这些假箱子全部给我砸了！动手，给老子砸！出了事儿有郑少顶着，住手！混账东西！谁敢质疑我飞凤集团的真假？混账东西！谁敢质疑我飞凤集团的真假？这下拦不住了！你谁呀？凭什么打我？凭什么？凭我爹是飞凤集团总部的副总赵德山，凭我是飞凤集团刚刚任命的江城总监赵凡。你质疑我飞凤集团的权威，我打你都是轻的。这人叫赵凡，总部赵副总的独子，这次外派到江城当总监，纯粹是靠他爸在总部运作，下来混激励的。他这个人据说不学无术，贪色成性，要不要我？先不用。原来是赵总，失敬失敬，刚才都是误会，我们真不知道您今天到场。对呀，赵总，这都是误会。那看来这些金条和房产证都是赵总您的手笔啊。奇怪，总部什么时候批了这么大一笔资产？不管了，既然现在这里没有人知道这是给谁的，那这就是我送的。没错，柳家今天这场难，是我赵某人一句话直接从总部调来资源给平的。这些金条和100亿订单，都是我赵凡给你们柳家的体面。赵总，您真是我们柳家的大恩人呐，请收我一拜。一定。赵总要什么尽管开口，只要柳家有的。赵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刘董，这可是你让我要什么随便提的。我要你这个还没开包的宝贝女儿，只要她把我伺候舒服了，你们家的债我一笔勾销。赵总，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，是不是太快了？要不我们先加个联系方式，互相了解一下。妈的，给脸不要脸，老子没工夫跟你在这玩纯情。有心人，你装什么清高？还互相了解？你现在不过是个快要流落街头的破落户，还以为你还是那个柳家二小姐呢。就是能高攀赵总，那是你们柳家天大的造化。王老板，赵总的事情就是我们郑家的事情，你带人帮赵总一个忙，让这家人懂一懂规矩。走走。柳二小姐，你爸的命现在可就在你一念之间。欣然，别过来！爸就是废了这把老骨，也绝不拿你一辈子的幸福去换苟活。刘欣然，我数到3，你再不同意，我就先废了你爸的一条腿。1、2。我同意。滚开！我不同意。赵凡，你一个拼爹的二世祖，也配碰我妹妹？我不配。刘一婉，要不是老子这个二世祖送来成箱的金条帮你们平账，你们柳家现在早就被讨债的人打断腿了。跟老子这装什么清高？赵凡，你刚才说这3000万的债务，还有这100亿订单，都是你从飞凤集团总部调来的，你确定吗？废话，放眼整个江城，除了我赵凡，谁能有这么大的面子？我爸赵德山可是飞凤集团总部的副总经理，在这块地盘上，我爸就是天。刘一婉，赵总一句话，飞凤总部就得乖乖送钱。你一个刚从乡下刨食回来的野丫头，连飞凤集团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质问赵总？建国啊，听哥一句劝，大人的事儿你让孩子瞎掺和什么？赵总监连金条和房产证都抬过来了，这是实打实的诚意。你快劝劝你大女儿，别把你们家最后的退路给作没了啊！哎呦，老公，你跟一个无业游民废什么话呀？他这辈子哪里见过这么多金条和房产证，指不定心里有多嫉妒他妹妹呢。放开我，赵凡，你有什么冲着我来？赵总监，孩子不懂事儿，您千万别跟他们计较。
怎么着？这些东西如果不是我送的，难道还能是你送的？你猜的没错，因为这些全都是我送给柳家的。你，刘一婉，我看你是穷疯了，连这种弥天大谎都敢编。你送给柳家的，你拿什么送？拿你那张嘴吗？老公，你听听，这乡巴佬真是不怕风大，闪了舌头，几千万加100亿订单，他以为是冥币呢。一婉，年轻人爱面子，叔叔理解，但拿赵总监的诚意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这就有点不知分寸了。这柳家的大女儿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？我也没办法理解，估计是被逼急了，在这里胡言乱语。一婉，你别胡说，快别说了。姐，你别说了，我们走吧。刘一婉，吹牛逼也得有个限度。飞凤集团的资产，也是你这种 low 货能随口说送就送的。你该不会想说，你就是飞凤集团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女总裁吧？你们听听他在说什么？飞凤总裁，那可是身价1000亿、执掌大夏命脉的神级人物，碰瓷儿到那种云端上的人物，只会让大家觉得你可怜。你说对了，我就是飞凤集团的总裁。哼，敢冒充飞凤总裁，刘一婉，你真是嫌命太长了。飞凤的法务可不是吃素的。就是，飞凤集团捏死你们柳家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冒充他们总裁，这罪名够你在牢里蹲一辈子了。飞凤最看重声誉，这事儿要是传到人家耳朵里，不仅这丫头保不住，你们全家都得跟着遭殃啊！你还不快管管他！一婉，你给我闭嘴！那可是飞凤集团，你想害死我们全家是不是？就是，等会儿飞凤总部的人来了，看他怎么死。赵总，跟这种骗子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立刻就让兄弟们把他抓起来。欣然别怕，姐姐一辈子保护你。是我打碎的，不关妹妹的事儿。竟然快跑！赵总，我姐刚从乡下回来，脑子不清楚，她胡说的。只要你放过我爸妈和姐姐，我嫁，我现在就答应嫁给你。嫁给我？刘欣然，你搞错了，那是刚才的价格。现在你想救你全家，得先让老子高兴啊！赵凡，你这个畜生！我说了，我妹妹，你连碰一下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敢打我！刘一婉，今天不仅你走不出这扇大门，老子还要让你们整个柳家在江城彻底除名，死无葬身之地！一婉，你疯了！那可是赵总，背后是飞凤集团，我们根本惹不起他们。你少说2句吧，算爸求你了。婉婉，你别再说话了，你这一脚下去是要把我们全家都往死路上推啊！听妈的话，快给赵总跪下赔罪！赵总，这贱人不仅敢动手打您，还敢公然冒充飞凤总裁，今天不把他当场废了，飞凤集团的威严何在？飞凤集团的总裁从头到尾就是我柳依。我求你了，你别说了，你要把我们一家都害死吗？姐，你到底在胡闹什么？这里不是你胡说八道的地方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给我闭嘴！赵总，郑少，我姐脑子不清楚才说疯话，你们别跟她计较。我现在就跟你走，只求你放过我爸妈和姐姐。欣然，你跟我走？刘欣然，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？我现在可看不上你们柳家的女人。赵总，求求你，只要能救我爸妈，你让我什么都行。干什么都行，好啊，那我就大发慈悲，让你姐姐柳一婉嫁给王老板的这个小弟，婚礼就在这儿，现在就办。刘一婉，只要你当着江城名流的面，把王老板这个小弟伺候高兴了，你们柳家今天做的事情，
我全都不计较。小美女，今天咱俩就洞房。办婚礼，赵凡，我怕你和整个赵家没命喝这杯喜酒。上！赵总，我求您了，求您别这么糟践他，是我没本事，是我连累了孩子，你要打要杀都冲我来，放过我女儿吧！求求你们，我家婉婉是个老实孩子，她刚从乡下回来，什么坏事都没做过，你们不能这么把人当畜生一样糟践啊！爸，起来。一婉，你让爸跪，只要能保住你，爸这条老命不要了都行，你快走。想踩我们柳家的尊严，逼我们柳家低头，那就先问问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命。赵总，别被这乡下丫头唬住了，她就是虚张声势，王老板的人都在这儿，直接把她绑了，看她还怎么嘴硬。动手？那太便宜她了。她既然这么喜欢演戏，连飞凤集团总裁的身份都敢冒认，那我今天就陪她玩到底。各位，我父亲赵德山是飞凤集团总部副总裁，整个总部的人事和高层动向全在我父亲的掌握之中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就是总裁吗？好，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去总裁办，看看真正的总裁在不在公司坐镇。好，赵总这招绝了，让赵副总亲自去查，看这个冒牌货待会儿怎么收场。对，当众拆穿他，看他还有什么脸在江城待下去。有些人啊，撒谎都不打草稿，这下踢到铁板了吧？喂，小凡，什么事儿？我这正准备去开会。爸，出大事了！江城这边有个乡下野丫头，居然在这儿冒充咱们飞凤集团的总裁。胡闹！江城分部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就是，爸，这冒牌货狂得很。您现在能不能去一趟总裁办公区，帮我核实一下，好让我拆穿他？行，我正好就在高管层，你等等，我现在就过去看看总裁办今天是什么情况。赵副总，止步。小凡，总裁就在办公室里，你面前那个绝对是个招摇撞骗的冒牌货。真是呛死我了！大家都听见了吧？真正的总裁就在总部，你这个冒牌货，这下彻底露馅了吧？臭婊子，你还有什么好装的？刚才差点被你给唬住了。笑死人了！乡下野丫头居然真敢冒充飞凤总裁！赵总，这女的胆大包天，冒充飞凤总裁，绝不能放过她！真是穷疯了，这种谎也敢撒！我还以为是个厉害人物，原来是个精神病，真丢人！姐，你快跑，别管我们了，你快跑啊！跑？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走！你还敢躲？躲？我这才是教你什么是规矩。大家都看见了，赵总好言相问，他竟敢当众行凶。一个流落在外20年的孤女，哪来的底气打飞凤总监？因为她根本不怕得罪赵家，因为她压根就不是柳家人。不是柳家人，怪不得。建国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们当初认亲的时候，是不是连个正经的亲子鉴定都没做仔细？哎呦，认了个骗子回来当宝贝，现在好了，不仅还不起3000万，还要跟着这个假千金一起丢人现眼，活该！你胡说八道！他就是我柳建国的亲骨肉，医院里白纸黑字查得清清楚楚，你们不许这么作践我闺女！好，很好，既然柳家千金这么有骨气，王老板动手把他绑了，今天拿不出3000万，就用他自己来抵债。好嘞，赵总，哥几个动手！别碰我女儿！别碰我女儿！我看今天谁敢动我？一群废物！他就一个人，你们这么多人居然被他一句话给吓住了！给我动手，立刻把他抓起来！都愣着干什么？动手！出了事我负责。一婉，快跑！从后门跑！爸爸给你挡着！姐，
我拖住他们！你快走！这一家人真是蠢的卦象，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护着一个骗子。不过这些打手怎么回事？怎么光围着不动手？王老板，你的人都是死人吗？给我打呀！我看谁敢！一婉，你快逃啊！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。爸妈，欣然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不用逃。不用逃，姓柳的，你死到临头了还要装模作样。我爸刚才在电话里说的清清楚楚，总裁就在总部办公室，你还想嘴硬到什么时候？你口口声声说你父亲确认总裁在办公室，那我问你，你父亲亲眼看见了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你父亲确认总裁在办公室，那我问你，你父亲真的进去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飞凤集团总部顶楼是绝对禁区，没有总裁本人的亲自授权。别说1个副总裁，就是10个副总裁，也只能被保镖拦在最外围的通道口。你父亲刚才在电话里是亲眼看到了总裁的脸，还是被保安训斥了几句，就自以为是的跑来炫耀了？赵总，别听这臭娘们瞎编，赵副总可是集团高管，怎么可能连门都进不去？一个连大门都进不去的人，仅凭保镖的阻拦和里面传出的一点声音，就敢断言总裁的真假。赵凡，你拿这种捕风捉影的消息来当铁证，不觉得可笑吗？对呀，飞凤的规矩圈里人都知道，顶楼的确不是谁都能上的。赵副总到底见没见到人啊？要是连门都没进，那这确认不就是自欺欺人吗？儿子，这女的不会说的是真的吧？你闭嘴！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懂什么飞凤的规矩？王老板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这臭婊子在故意拖延时间，给我动手，把他的嘴给我打烂！弟兄们，一起上，废了他！一婉，快跑啊！别打我女儿！你们冲我来！哎呀！女侠饶命！饶命啊！哎呦喂！想死了！疼死我了！你别过来！刘一婉，你别以为会点拳脚就能在江城横着走。我爸是飞凤集团副总经理赵德山，他一句话就能让你们柳家彻底完蛋，永无翻身之日。飞凤集团我很熟，除了他，还有我亲舅舅城西雷爷，他手底下几百个兄弟，个个都是不见血不收刀的狠角儿。你今天敢动我，我舅舅绝对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我现在就打电话让我舅舅带人过来，我要让你们柳家连人带骨头彻底在江城蒸发。一婉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啊！那雷爷是江城道上的活阎王，咱们平头百姓根本惹不起呀！是啊，一婉，听妈的话，这地我们不要了，咱们现在就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刘一婉，等雷爷到了，我看你拿什么狂，到时候你怎么跪下求饶都没用。打！你说？我说，让你现在就打电话，最好把你那个在飞凤当老总的爹一起喊来，让他到这儿来见我。这女的是疯了吗？那可是雷爷，江城道上的天，他居然主动叫阵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嫌命太长了。等雷爷带人把这儿围了，他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爸，救命啊！我在江城大酒店被人打了，对，你来救我！喂，舅舅！刘一婉，我舅舅和我爸15分钟内带人踏平这里，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好，我就在这里等他们，15分钟，多1秒，我就打断你一根手指头。什么事？老子现在烦着呢！爸，救命啊！你快带人来江城大酒店，我被打了！什么？在江城谁敢动我的儿子？舅舅，救命啊！我被人打了，他还要跟你算账。
在江城，已经有很多年，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。阿彪，召集所有在堂子的弟兄，带上家伙，去江城大酒店。是，雷爷。柳一晚，我爸和我舅舅马上就要到了，你现在就是插上翅膀，今天也休想飞出去。这柳家的女儿是不是脑子不好使？那可是雷爷啊，手下几百号人，他居然真敢站在这等死。终究是乡下来的，以为会点拳脚就能跟黑白两道抗衡，太狂妄了。今天柳家怕是要被他彻底害死。姐，你快走，我跟爸妈在这儿挡着，他们好歹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，赵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，你快跑啊！是啊，一晚，孙妈求你了，快走吧。15分钟，马上就要过去。你装什么装？我舅舅马上就……你还有10秒钟，在这之前，先想想你最不喜欢自己哪一根手指。年轻人，你很狂啊！爸，舅舅！爸，舅舅，你们可算来了！你们要是再晚来一步，我今天就要被废在这儿了！混账！在江城，居然有人敢动我赵德山的儿子！真当我这个飞凤集团副总是摆设吗？年轻人很猖狂，在江城敢动我雷万山的外甥，你是第一个。动手！赵总，雷爷，那个贱人刚才还大言不惭，说要等你们来了一起收拾呢。赵总，雷爷，这都是误会，是赵总监先。闭嘴！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赵副总裁，雷爷，人到的确实挺齐。赵副总裁，雷爷，人到的确实挺齐。爸，舅舅，就是个不知死活的臭婊子！居然敢在江城跟我们赵家动手！赵总、雷爷，您二位是不知道这女的刚才有多狂，她扬言等你们来了，连你们一块废了，简直是狗胆包天。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片子，哪儿来的狗胆在这儿撒野？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还真以为江城是你家开的？一个没权没势的底层货色，胆子倒是不小。今天本少爷就教教你规矩，在江城，老子让你跪着，你就不能站着！你们这群王八蛋，不许动我女儿！有什么冲我来！让我跪着。爸，舅舅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动手！先把他那个死鬼老爹的腿打断，再把这贱人按在地上，我要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像狗一样舔干净我的血！你给我闭嘴！爸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是这个姓柳的动手打了我，你现在应该带人弄死他，把他扒光了扔到大街上去！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顾特助，飞凤集团总部总裁办的顾早早。他就是顾早早，那个传闻中手握飞凤集团万亿资产调配大权的人。据说在整个飞凤集团，除了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的总裁，就属他权力最大。这可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存在。爸，舅舅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快让阿彪动手，把这丫头抓起来！你这个孽障，给我闭嘴！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吗？顾特助，赵德山不知道您今天亲自到场，逆子无知，冲撞了您的威严，求您看在赵家多年为集团效力的份上，放过赵家一次。顾特助，雷万山有眼无珠，不知道是您在这里办事，求顾特助饶命！逆子，还不滚过来，给顾特助跪下磕头认错！逆子，磕头向顾特助认错！我认什么错？柳家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替集团收账，有什么问题？你给我闭嘴！你想拖全家下水吗？顾特助，
这混账东西撕掉保镖、伪造文件，全是他自己干的。我管教无方，愿意用这20年的功劳换他半条命，求您高抬贵手。顾特助，赵总监固然有错，但雷某在江城经营多年，手下兄弟无数，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您说呢？做事留一线。雷万山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跟飞凤集团要留一线？动柳家，就是动飞凤集团的底线。天哪，柳家居然抱上了飞凤集团总裁的大腿！那可是万亿帝国的掌舵人啊！难怪顾特助会亲自来江城给柳家撑腰。赵家和雷爷这次是踢到钛合金钢板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不是很威风吗？下属知错，下属该死，求总裁宽恕，求顾特助饶命啊！雷某知错，全凭飞凤集团发落。既然知错，那就把字签了。顾特助，这钱我们赔，封杀我们认，可是断绝关系，还要把凡儿送去坐牢，我就他这一个独子啊！爸，我不想坐牢，你救救我，求求你救救我！赵副总，字在你手里，签。赵凡一个人坐牢，不签。今天下午，总部会对赵家进行全面资产清算，让你们全家流落街头。你还有10秒钟。我10秒到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每迟1分钟签字，赔偿金额追加1000万。另外，雷万山、赵德山，你们这些年干的那些事儿，集团法务部手里早就攒了一摞了。今天不签，就不是资产清算这么简单了。我签！别叫我爸，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从今天起，我赵德山与赵凡断绝父子关系，你的死活和赵家没有任何关系。爸，我是你亲儿子啊！爸，救我！我不想坐牢。郑叔，赵家和雷万山的事情结了，咱们2家的旧账是时候算算。一婉，我是你孙姨呀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，你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啊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咱们坐下来好好说。看着长大，我记得柳家大女儿小时候就被拐走了，前阵子才刚找回来。这郑太太是在梦里看着人家长大的。刚才他们家逼债退婚的时候，可没说是一家人，现在想起来是一家人了。对啊，刚才那郑大少爷还当众把婚书撕碎了用血踩，现在看到人家背后有飞凤集团撑腰，又想起来是世交了，这脸皮真够厚的。哼！建国，母亲，你们说句话呀！20年前，建国你做生意赔了钱，我还请你喝过酒呢，你们都忘了吗？我们是亲家，是兄弟呀！一婉，当年你爸妈没钱给你买奶粉，我还送过一袋呢。看在当年的情分上，你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柳家这回是彻底翻身了，有飞凤集团在后面撑腰，以后在这江城，谁见了柳家人不得低头？郑家真是作死，放着这么大一个靠山不要，非要退婚。现在好了，连根毛都捞不着，还要被清算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她就是一个在乡下要饭的野丫头，她凭什么一步登天？刘一婉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肯定是爬了飞凤集团哪个男高管的床，用脏手段换来的风光，凭什么在我们面前摆架子？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！逆子，你闭嘴！放开我！刘一婉，你这个忘恩负义、六亲不认的贱人！当年我们郑家怎么帮你们柳家的？你现在得势了，就这样对待恩人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还有你，一个飞凤集团的特助，整天这么护着他，谁知道你们2个私底下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关系？你怕不是用什么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才爬到今天这个位置的？逆子，你给我闭嘴！还不快给顾特叔跪下，给刘总跪下认错！南凡，你疯了！快跪下！我不跪，凭什么让我跪他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
再敢对总裁不敬，拔了你的舌头！刘总饶命，顾特助饶命！是犬子糊涂，是他满口胡言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们放过郑家吧！让他们走。谢谢一婉，谢谢顾特助，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你们快点跟上！今天丢尽了脸，以后在江城还怎么见人？哼！妈，我不甘心。不甘心又能怎么样？我们根本惹不起。顾早早再威风，也就是个跑腿的。飞凤集团真正做主的人是总裁。可那个总裁从来不公开露面，我们连他的面都见不到。见不到就查，我找私人侦探24小时盯着。只要是人，总有防备松懈的时候。到时候我们做个局，拍点照片。哼，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把那个女人攥在手里，飞凤集团就是我们的。到时候我们要除掉柳家，轻而易举。今天诸位都在，替我给江城带句话：柳家是我柳一婉的底线。谁要是想动柳家，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赵德山和郑庆福的骨头硬。婉婉，郑南范刚刚联系了4家侦探，正在调查您的行踪。既然他这么惦记我，那就给他一个机会。早早安排下去，明天我要在飞凤集团召开股东大会。婉婉，接下来去哪儿？郑南范现在狗急跳墙，保不住会对我爸妈动手，去我那里安全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柳先生、柳太太，这是云顶1号别墅，是婉婉的私人住宅。云顶1号，这是江城最贵的那个别墅区。这地方比我们柳家老宅大2倍不止。一婉，你老实告诉爸，你到底在飞凤集团干了什么？你没认亲之前不就是个孤儿吗？这怎么可能是你的私宅？是啊，一婉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挪用了公司的公款？妈，我没有挪用公款。爸，这是这栋别墅的产权证明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权利人柳一婉，共有情况单独所有，抵押情况无。这房子没有银行贷款。爸妈，这下你们信了吧？这栋别墅是我全款买下的，没有任何债务，更不存在挪用公款。结果云顶1号是江城的楼王，市值至少3个亿。一婉没回来之前就是个孤儿，怎么可能全款买下？全款无抵押，资金没走银行贷款渠道，这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。那这产权证怎么解释？代持。飞凤集团那种万亿帝国，内部派系斗争激烈，一定是飞凤的某个高层把一婉当成了洗白资产的白手套，把这栋风险资产转到了他名下。什么？那一旦东窗事发，姐姐就是第一责任人。爸妈，这真是我自己的资产，物业费和所有的日常开销，我已经预付了50年。预付50年，这是典型的信托资产隔离手段。你果然被卷入深水区了。一婉，你跟爸说实话，是不是顾早早？是不是他利用你的身份洗钱，逼你干这些违法的事儿？爸，没有的事。刚才顾早早说的资金盘只是正常的商业项目，那30亿也是我的合法资产，没有任何人逼我。一婉，你别骗妈了。妈知道你是不想让我们跟着担惊受怕。这只金镯子虽然不值几个钱，但好歹能当个万把块。你先拿去周转。姐，我下周就去学校申请勤工俭学，周末再去兼职做家教。我以后不找家要生活费了，我们一起帮你还这笔巨债。我再去找以前的几个老朋友借一借，凑个首付的利息应该没问题。妈，这镯子你戴好。爸，欣然，这房子真的没有贷款，也没有任何人逼我，你们真的不用操心。你这孩子就是太要强了，你越是这么说，妈这心里就越是难受。姐，爸要听听他还要怎么逼你。
婉婉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您可以过来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爸妈，公司有紧急公务，我必须马上回去处理。是爸没本事，让你一个姑娘家背这么重的担子撑这个家。爸，我真的能应付。要是太累，咱把房子退了。妈不图住大房子，只图你平平安安。妈，爸，你们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弄了一张票，你们明天可以去散散心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戏票是吧？那你怎么不自己去？可以说是戏票，我明天临时有事去不了，放着浪费，想着你们去散散心。既然是女儿的一片心意，那我们就去看看。总裁好，总裁好。这个身形怎么和柳一婉那个贱人一模一样？这是送往顶层总裁专属休息室的特调咖啡。什么戏？在飞凤集团总部办，这规格也太高了。建国，你看这映辉，不像普通的商业活动，婉婉该不会是被骗了吧？别瞎猜了，既然是一晚给咱们的戏票，咱们进去看看就明白了。走，进去。您好，今天是大楼举办股东大会，请出示您的股东代表证或会议邀请函。邀请函？我们只有戏票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股东大会的邀请函。哟，我说这大清早的，怎么有股穷酸味儿？原来是柳家这几个叫花子。孙娜，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！就你们这身几十块的地摊货，也配进飞凤的股东大会？我们有正经邀请函，凭票入场。邀请函？你们柳家穷的叮当响，哪儿来资格拿到股东大会的邀请函？要不然就是你们家那个女儿柳一婉跪着求人弄来的。你胡说，这是总裁办正式发的。我郑家是受邀的重要宾客，我郑重提醒你，把他们这张邀请函压下来，仔细查清真伪。要是放这种来路不明的穷鬼进去，出了事你担待得起吗？这是至尊紫金邀请函，全江城一共就发了1张，连我们郑家都只拿到了普通黄金函，你们这群叫花子怎么可能拿得到？至尊紫金函，这绝对是偷的！柳建国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连飞凤集团最顶级的邀请函都敢偷！紫金函，我的天，这可是要在飞凤持股上亿，或者总裁亲自点名才能拿到的。我们这些老股东排了多少年资质，也只配一张普通黄金函。这一家子什么来头？要不然就是捡来的赃物。你们这种穷鬼，这辈子都摸不到这张函的边儿。母亲，婉婉说这票是戏票。他说是弄了几张票，让我们去散散心。可这明明写着飞凤集团股东大会。这是我姐亲手给我们的，我姐行得正，坐得直。你凭什么张口就说他是贼？哟，护得挺紧啊，空口白话谁不会说？我看你们柳家就是一窝偷东西的贼。保安，把这张赃物给我扣下，没查清楚之前，谁也别想进场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把这3个偷东西的贼轰出去！住手！这张至尊紫金邀请函编号在册，是总裁办亲自签发的真函，持函人是今天股东大会最尊贵的座上宾。果然是真的，总裁办亲自签发。那郑家刚才那番话，岂不是当众污蔑贵宾？这位女士，
你不仅扣押贵宾邀请函，还当众污蔑、动手驱赶，谁再敢动柳家一根手指，飞凤集团一定追究到底。贵宾甄嬛，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拦我郑家的路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儿子郑南范马上就要迎娶飞凤集团的总裁啦！娶女总裁？我刚才听错了吗？那郑家岂不是要成飞凤的主人了？郑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飞凤集团的总裁角色黑金卡，这卡拥有1票决定权和最高表决权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因为这就是飞凤集团的总裁送给我儿子的定情信物，我们郑家马上就要接管飞凤集团了。大家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在会上，谁要是敢跟柳家这2个穷光蛋多说一个字，就是跟我们郑家过不去，也就是跟飞凤总裁作对。郑阿姨这话可说错了，今天这场股东大会由谁主持，替谁说话，恐怕还轮不到您来定。哎，那不是柳一婉吗？她怎么也来了？你别说，我刚听门口的人讲，她好像是今天这场大会的助理。就她，我看悬。助理？不就是个跑腿端茶的下人？怎么看见我们手里的黑金卡，终于知道怕了，想过来求饶？郑阿姨说笑了，我确实是今天这场股东大会的特助，专门负责把不该上桌的人请下去。好一张利嘴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最好给我安分点儿。我儿子郑南范马上就要接管飞凤，等收拾完那个姓顾的，下一个就轮到你。郑叔叔、郑阿姨，股东们都等急了，请进吧。哼，走。爸妈，欣然，你们也先跟着大家进去吧，找个位置坐下，别担心，今天有我在，谁也欺负不了我们家。姐，那个女人手里的黑金卡看起来好厉害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放心，在飞凤，没人敢动我。婉婉，郑南范下药偷卡的过程已被监控全程录下。不急，既然他们想爬到最高处，那就让他们在全集团股东面前摔个粉身碎骨。明白。哎，老李，这不对啊！昨天在峰汇酒店，我亲眼看见总裁办的顾特助让人把郑南范跟死狗一样扔出来，怎么一转眼这郑家手里就攥着黑金卡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来告诉你，像郑南范那种不择手段的无赖，能用什么正经手段？说不定是出卖了自己的肉体和尊严，才从飞凤集团总裁那儿换来的。呸！最后还靠卖儿子翻盘，这郑家下流！那飞凤集团总裁也是个瞎了眼的糊涂蛋，这飞凤集团迟早被他们搞垮。一婉、欣然、青木，我们走。这股东大会咱们不参加了。咱家虽然穷，但我们行得端，坐得正。我原本以为飞凤是大集团，没想到总裁竟然是这种色令智昏、包养男宠的货色。我们绝不跟这种靠出卖人格和肉体的脏心烂肺待在同一个屋檐下。一婉，你爸说的对，妈不图什么大富大贵，也不要什么云顶1号了，大不了咱们把大别墅退了，把贷款还了，一家人平平淡淡、干干净净的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姐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心里也是踏实、干净的。爸妈，欣然，你们放心，飞凤的总裁绝对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。今天该走投无路、彻底毁灭的人是他们。哟，大助理，这股东大会还没开呢，怎么急着带全家跑路啊？是不是知道自己干的脏事儿要败露，想畏罪潜逃啊？你们少血口喷人，我们只是不想和你们同流合污。和我们同流合污？我看你们是做贼心虚，想找借口溜走。柳建国，别装了，今天你们柳家一个人也走不掉。大家还不知道吧？这个柳一婉没认亲钱，就是个野丫头。她凭什么买得起云顶1号？肯定是她贪污了飞凤集团的
款，那栋别墅就是用在座各位的血汗钱买来的赃物。原来以前是个孤儿，那确实买不起别墅。婉婉，他们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贪污，对不对？孙娜，你少拿我女儿的出身说事！少在这装清白！我刚刚得到确切消息，顾早早已经落网被抓了，下一个就是你柳一婉，你们全家通通都是共犯，一个也别想跑！真看不出来啊，瞧着挺干练的一个姑娘，心术居然这么不正。说到底还不是虚荣心作祟，这辈子啊，算是彻底毁喽。都闭嘴！我女儿行得端，坐得正，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。谁再胡说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快看，顾特助真的没来，台上的是法务总监，郑家说的是真的，顾早早出事了。柳家滚出去！柳一婉，你同伙顾早早已经玩完了，今天你就等着被督察铐走吧。放心，看在老交情的份上，等你进了局子，我一定亲自去给你送牢饭。送牢饭，好啊，不过这顿牢饭留给你们郑家自己吃吧。郑叔叔、郑阿姨，你们就这么确定飞凤今天大张旗鼓要查办的人是我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有我在这儿，谁也别想动我女儿。对，你们少在这血口喷人，我们不怕你们。不自量力。全体肃静。现在宣读总裁最高授意。今日股东大会第一项议程，因涉嫌严重商业欺诈与债务穿透，对以下劣迹合作方进行资产全额冻结，并强制执行破产清算。听到了吗？要清算你了！我就说你这个贱人蹦跶不了几天。第一家，保安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这个挪用公款、伪造身份的贱人给我抓起来，留送公安局！郑氏集团。郑氏集团因涉嫌非法窃取商业机密、恶意行贿、商业下毒，即刻查封其名下所有飞凤股权，依法强制收回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们搞错了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！你们都睁大狗眼看清楚，我儿子郑南范已经让总裁非常满意。我们手里有总裁亲发的最高决策黑金卡。总裁现在是我们郑家的靠山，在这飞凤集团，谁敢清算我们郑家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？顾早早，你不是被法务秘密控制了吗？被法务控制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怎么没通知我本人？看来这都是误会。顾特助，这黑金卡可是真的呀？这黑金卡确实是我们总裁的那一张，全集团仅此一张。看见没有，黑金卡就在这儿。顾助理，你快告诉这群穷光蛋，我们郑家现在是什么身份？阿姨，你别着急，你可是贵客。听见没有，柳一婉，我可是贵客。飞凤集团今天还有一个特殊的奖励名额。奖励名额？我就知道，我儿子南范办事最靠谱了。快说是什么奖励？这个名额的内容是，将飞凤集团的所有顶配股份全部无条件转移。要把股份全部转移？这肯定是我儿子的。顾助理，你快宣布吧。那就是以柳建国先生为代表的柳家。什么？柳家？这不可能！柳先生，这是飞鸿集团全额股份转让书，只要您签字，从今天起，您就是飞鸿集团最大的控股股东。给我们的？顾特助，我们家跟总裁素不相识，是不是送错人了？是啊，
这太贵重了，我们不能要。全额股份！我的天，那柳家以后岂不就是飞凤集团真正的主人了？完了，刚才我们还跟着郑家嘲讽人家，原来人家才是总裁最看重的人。这柳家到底什么背景啊？顾助理，你疯了吧？那张黑金卡明明在我们手里，凭什么把股份给这群穷光蛋？对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，一定是你和柳一婉勾结起来作假。总裁可是我儿子的女人，我儿子郑南范今天早上刚跟总裁在套房里度过了春宵。一婉，你干什么去？快回来！一婉，听你爸的话，快回来啊！你刚刚说，飞凤集团的总裁是你儿子的女人？废话，我儿子那是什么手段？今早在套房里，总裁早就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要什么给什么了。怎么，你羡慕啊？柳一婉，等我儿子吹吹枕边风，不仅你要牢底坐穿，你们柳家这一窝穷酸都得给老娘跪在地上要饭！现在跪下，给老娘学狗叫，指不定我还能让我儿媳妇放你一条生路。是吗？那你睁大你的狗眼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见飞凤令，如见总裁亲临，拜见总裁。放屁！你们少在这儿和我演戏骗我！他要是总裁，那我儿子今天早上睡的到底是谁？一婉，你疯了！快跟爸下来！冒充飞凤集团总裁是要被他们法务部起诉坐牢的，这玩笑开不得呀！是啊，一婉，快下来！孙娜现在被逼得狗急跳墙了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上面太危险了。爸妈，不用拉我，因为我就是飞凤集团的总裁柳一婉。大家快听听，这个乡下回来的野丫头居然说自己是飞凤总裁！你要是飞凤总裁，我就是玉皇大帝。顾助理，你听到了吧？这女骗子都嚣张到冒充总裁了，你还不让保镖和警察把她抓起来？好啊，顾早早，你居然不叫人！我明白了，你跟这个贱人根本就是一伙的，你们联合起来做假证，想私吞我们郑家的股份。老婆，别跟他们废话，直接给南范打视频，让南范把真正的总裁拉到镜头前，当场戳穿这个贱人。对，我这就给南范打视频。柳一婉，你不是爱演吗？等我儿子接了视频，让真正的总裁亲自来撕烂你的嘴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大家都听好了，我儿子现在就和真正的总裁在一起。南范的手机怎么会在你手里啊？孙娜，你不是说你儿子昨晚和总裁度过了春宵吗？那大家就一起来看看，他昨晚到底在总裁的房间里干了些什么。放出来，让他们看个清楚。小美人可算落到我手里了。你没晕？拿下！是我爸妈指使我干的，是他们让我下药去勾引总裁，好用这种脏手段吞并飞凤集团，求求警察宽大处理啊！呸！指使亲儿子去下药，真是把我们江城商界的脸都丢尽了，太下作了！这种下三滥的货色，以前居然也配跟我们平起平坐，真叫人恶心。是你，是你！你这个乡下回来的贱人，设局害我儿子！你就是嫉妒我儿子优秀，故意做局让他跳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这个贱货！
老刘，建国，你帮帮我，你帮帮郑哥呀！咱们可是几十年的交情啊，当年两家还定过娃娃亲，他就是一时糊涂，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坐牢，毁了一辈子啊！建国，算我求你，你快劝劝一婉，让他高抬贵手放过我们郑家吧，我们可是世交啊！你也配提世交这2个字？郑庆福、孙娜，睁开眼看清楚我是谁！今天我就当着江城所有名流的面，跟你们算算这笔账。当年我柳家对你们郑家有救命之恩，如今我柳家落难，你们不仅单方面撕毁婚约，更在生日宴上百般羞辱，落井下石，毫无诚信，此为不义。你们为了彰显自己的虚荣，把茶水倒在鞋上，逼我父亲下跪用西装给你擦鞋，甚至用皮鞋死死踩住他的手背，践踏我柳家的尊严，此为不仁。你们贪得无厌，为了吞并飞凤，竟然教唆亲生儿子郑南范下药设局，企图强占我的身体，谋夺飞凤的资产，触犯法律，罪不容诛，此为不法。一婉，大侄女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看在两家以前的交情上，你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饶了你们？我给过你们无数次机会，是你们自己把生路给走死了。我以飞凤集团总裁的身份宣布，即刻终止与郑氏的一切合作。飞凤法务部会以教唆犯罪、商业间谍等多项罪名起诉你们夫妻，送你们进去跟你们的儿子团聚。另外，从今天起，飞凤将在整个行业彻底封杀郑氏，凡是与郑氏有资金往来、业务合作的企业，即刻列入飞凤黑名单。我要让你们负债100亿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在江城彻底除名。清场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建国，救我呀！建国，我是你郑哥呀！救命啊！累坏了吧？妈，我不累，只要一想到咱们一家人以后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我心里就特别踏实。不累也得吃饱。来，今天爸亲自下厨，咱们一家人吃顿安京饭。欣然，快进厨房帮爸拿一下碗筷和蘸料。来啦！先把这个收下。姐，这是我从小带到大的那块玉佩，它不是已经被……傻丫头，当初你偷偷把自己从小带到大最宝贝的玉佩给当了，就为了换钱帮我买一条撑场面的项链。姐姐怎么舍得让你受这种委屈？我早就让人把玉佩赎回来了。姐，你太坏了，你瞒得我好苦。我当时真的以为你被欺负了。好了好了，傻丫头，多大的姑娘了还哭鼻子？都别在沙发上腻歪了，快洗手吃饭。爸妈，女儿不孝，让你们受了这么多苦日子。在外面不管别人怎么叫我，在家里我永远是你们的女儿。我们的苦日子结束了，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多吃点，这个你们爱吃。小心烫。谢谢妈妈。